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收获到怎样的好运？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啊！第一组牌我们抽到第一张牌就是一张契机牌啊，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机会可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可能是过去的人脉发来的消息，也可能是你们邮箱里收到的邮件，无意当中看到的某种信息当中隐藏着的契机被你们觉察到。所以说未来的一周之内啊，可能会有一些阴差阳错的巧合，把一些本来不属于你们的契机呈现在你们的面前，又或者说这个契机本来就是你们的，但是你们之前错过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机会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啊。所以说契机这张牌，我觉得它代表的是在一周之内啊，事情的发展的转折点和变盘点马上就会出现，要留意一些被卡住的事情和关系在一周之内会出现突破。第二张牌是摆渡人啊，摆渡人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也会出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来指引你们的人生发展和人生的路径，或者说提供一种精神层面的指导啊。一周之内，你们的转折点是由某个特定的人带来的，他能够帮助你们顺利的跨过当前的阻力和卡点。所以说，接下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在你们的人生当中啊，他可能会完成你们。他可能会帮助你们，引导你们去完成一种灵性和精神层面的开悟，而且这个人他会以各种各样你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帮助到你们的，就是你们每当自身的发展遇到阻力的时候，他总会有一些特定的人和事情出现来引导你们穿越人生每个阶段的转折点和变盘点。那么第三张牌是梦想家啊，我觉得在一个星期之内的话，你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愿望啊，会得到显化，会心想事成，会得偿所愿。就是你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强烈的渴望，会与现实形成一种呼应和连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念念不忘则必有回响。而且我觉得这张牌对应的是你们的某种梦想和理念，某种信仰会被接纳、被理解、被认可，可能会以一种全新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啊。所以说我觉得这3张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呢，你们所关注到的事情就会有一个极大的进展吧，或者说一种转折性的突破点会出现。而且呢，这3张牌其实有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就是事情的发展的趋势到了这个份上，你们已经必然会完成你们想要完成或者说必须要完成的那件事情，并且在一周之内就会看到一些突破性的结果。那么我们抽到的这4张神谕卡，第一张牌是 Walking Away 啊，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周之内应该是你们终于可以能够摆脱一些人和事了，能够卸下你们身上的负担，或者说有一个能够一走了之的机会啊。因为 Walking Away 它就代表的是摆脱负担，它也象征的是一种释放，就是你们可以理解成为是在一周之内，可能你们会对自己的朋友圈，会对自己做的事情有一个清理，有一个剔除的过程，有一个排毒，会经历一个重置和初始化。有一些事情啊，可能它是混沌混乱纠缠在一起，你们会把这种杂质沉淀下来，然后从头开始，重新的变得清澈。而且呢，第二张牌就是Blossoming Abundance 啊，它会有一个绽放的过程啊，会显化出丰盛的财富。也就是说，当你们开始去放下一些事情啊，开始做减法之后，你们身上，你们将会重新的变得轻盈起来，会带来丰盛，带来富足。这种丰盛反而会带来丰盛和富足，会带来新的开始和新的机会。所以说你们当前做减法，但是在未来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增量。所以说看起来是在做减法，反而会让你们得到更多，或者说拥有更多。所以说这张牌啊，就是 Blossoming Abundance 啊，绽放和盛开啊，你们会在泥土和苦难当中找到绽放自己的方式，在下一个清晨得到重生啊。
这张牌也意味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可能会找到一种方式去释放和表达自己啊，就好像是拿到了能够打开自己心灵的一把钥匙，并且不再逃避，敢于站在一个舞台上去展示自己，打开自己，接纳自己的感觉，重新的变得本具自足，重新的就是整个人会重新的回归到一种自洽的状态里边啊，会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富足的内在，并且拥有一颗充满自由又喜悦的内心，能够由衷的感受到一种生命绽放的美好。那么第3张牌呢是 Angel of Balance 啊，我觉得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重新找到一种平衡啊，这种平衡可能是你们在同时处理2件不同的事情，然后它是一种时间的分配和时间管理的能力，这意味的是你们会从一种失衡的、崩溃的、混沌的、混乱的状态当中解脱出来，生活重新恢复秩序，重新走上正轨，重新以一种安稳的方式运转，回归到一种自然的状态，没有内耗也没有挣扎，每件事情都会在他们自己的时空当中运行，不会彼此互相干扰，它是一种最完美的状态啊。这种 balance 就是说下周你们会达到这样的一种微妙的平衡。那么第4张牌呢是 action 啊，你们会从行动当中找到某种能量啊，或者说你们会重新找到一种敢于行动的勇气和魄力。之前你们可能一直都在努力的思考、纠结、懊悔，把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而不是真正的把精力灌注在行动、生产和创造上。所以说这张牌代表的就是行动、生产和创造，代表的是生命会因为你们重新开始行动而流动起来，未来的路径也会通过你们的行动而开始延伸。所以说下周你们会因为行动而看到一个未来更加清晰的路径和可能性。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You are very close to achieving your goal 啊，就是说你们下周的话，未来的路径会因为你们的行动而开始延伸。那么这张牌也意味的是你们比自己想象当中的要更加接近你们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你们正处在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关口上面，就是你们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在接下来的一周你们的努力会一点点的看到回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阶段，它会给到你们一种正向的反馈啊。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啊，它是因果链条即将要进入到收尾的一周，就是你们之前种下的因就会得到接下来的果，尤其是在一些事情进入到收尾阶段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加把劲儿，猛推一把，因为事情的发展你们会明显的感觉到它会有一个加速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第2组牌我们抽到第1张牌是疗愈者啊，说明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你们自身的能量和情绪是能够被疗愈的。可能这种疗愈它就发生在一瞬之间啊，被某个人或者说甚至被某一句话瞬间疗愈，能够让你们重新爱上这个世界，重新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躲在角落里的一些美好吧。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我觉得它一定是调整的一周啊，重整自己的一周，重新让你们找回力量，某种力量，重新找回某种冲劲和动力啊。所以我觉得这组牌的话，可能你们现在如果说很需要这种疗愈的能量，说明你们自身可能一直都在和你们的自我周旋啊，和你们的自我博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当然这种生命的过程其实就是做自己、成为自己的过程。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它是你们重新拿回生活主导权的一周。之前可能你们在被某种东西所裹挟和绑架在随波逐流，但是呢接下来的一周它是你们重新的做回自己的一周，就是你们会看清楚内心深处的那个自我，而产生的一种疗愈啊。这个治愈与成长它一定是始于看见的，看见你们的内心，看到你们自身的脆弱、黑暗、失控，这个时候你们才能够看到力量、光明，还有那些最真实的渴望啊。所以说很多事情
你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甚至是价值观，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都会发生一个调整，甚至是大的改变啊，会从某种情绪的漩涡里边走出来，这个疗愈它就会瞬间发生，因为你们不再被过去所困惑啊，它就会发生在你们自身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彻底的看开了一些事情，不再纠结一些事情，也不再强求一些结果。这个时候你们的灵魂就会重新的被拼接起来，变得完整。那么第二张牌呢是家族企业，可能你们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吧，通过发动身边的关系，整合资源啊，通过合作和你们信任的人，建立的这种连接而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啊。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有很多的人脉上的流动，人际关系上的流动，有很多的社交啊，而且是你们主动的去社交，向上社交，去连接到一些对你们接下来发展有帮助的人。它其实是一个信号吧，就是你们重新打开自己，你们的这种人际关系开始流动，那么你们自身的能量也就开始流动，你们的运势也就会开始流动。所以说接下来一周你们的社交圈会有一个更新啊，会主动的展示自己，会有新的朋友进来，会认识到新的朋友啊。而且呢，我觉得可能你们也会开始学着通过合作连接你们身边值得信任的力量，来帮助你们达成一些目的，会开始利用自身的人脉、社交资源、信息的这些优势。它更像是一种结束了单打独斗的状态，开始变得灵活且富有智慧的扩展人脉资源。所以说第三张牌领袖啊，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你们要彻底的去释放和发挥你们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的去开启一些事情，主动的去承接一些挑战，而且呢，这个领袖的话，我觉得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是有话语权的，就是你们会主导和推动某种合作的产生和变化，它是一种强势的主导的状态，会主动的去争取，而不是被动的接纳，会通过自己的强势和主动取得某件事情或者说某种竞争的优势啊，你们自身因为这张领袖牌就是会变得非常的有人格魅力，可能是能够影响你们周围人的一些观点和行为的，甚至是改变你们周围环境身边人的这种意识形态啊，可能都会受到你们自身的这种能量场的影响，就是不是别人影响你们，而是你影响别人。而且呢，而且这种坚固的能量啊，它是由于你们自身有着非常坚定的自我认同感和精神内核。所以说我们抽到的这张 cornucopia 丰盛角，它一定就是接下来的一周一定是收获的一周啊，而且能够持续的收获到某种正向的反馈和幸福感。这种正向的反馈和幸福感是可以持续的，能够让你们持续的感受到快乐的。所以说你们能够从中收获从中坚持并且收获到快乐，这种正向的反馈就能够驱动你们穿过你们人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某个黑暗的阶段吧。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呢，你们会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你们会主动的给自己找事做，而不是等着事情来找你们。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A woman holding a coin， 就是有一个女性贵人手上拿着新币来找到你们，就是说这个女性贵人可能会给你们提供一个机会，或者说给到你们一笔钱，或者说一笔可调度的资源，能够加速推动一些事情啊。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就会有一个雪中送炭的女性贵人出现，给你们发来消息，或者说给到你们所需要的某种东西啊。那么第三张牌是 attachment 啊，就是你们会和一个很重要的人建立一种联系。attachment 就是当这种联系或者说这种桥梁被建立被打通的时候，很多就是有一些事情它就会出现转机。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有某种意想不到的联系通道会被建立，或者说会被恢复。
某种关系被打通和某个人取得联系，都会对接下来你们关注到的一些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 attachment 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的解读，就是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重新拾起你们过去曾经丢掉的某种身份，它是某种身份得到恢复，或者说某种身份它会有一个二次确立的这么一个契机，你们能够通过这个被修复的身份轻而易举的达成一些目的。所以说第4张牌是 Door to Value， 可能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它是通往价值的财富的一周，可能在赚钱的这件事情上面，你们会找到某种支点，某种发力点，找到一个新的增长曲线，创造新的财富和增量。或者说这个 Door to Value 就是你们找到了某种能够持续的带来正向价值的一件事情，并且决定投身其中，通过不断的创造一个正向的增长曲线而持续的收获到幸福感。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一定是创造的一周，产生新的增量的一周，突破瓶颈的一周。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月亮神谕卡 Expect Powerful Change 似乎有某种巨大的变化正在酝酿，而且这种改变可能是你们暂时还没有觉察到的，但是对你们有利的一些事情它正在暗中产生变化。可能是由于一些事情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阻塞和卡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它是大变革的一周，可能你们会彻底的改变自己的思路，甚至是改变整个游戏的规则，另辟蹊径，找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就会让你们所关注到的那件事情产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变化。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 It's time to take action 就代表的是某种新的策略或者说规则会被确立。一旦让它确立的时候，你们就会开始大量的行动来改善现状。而且接下来的一周，你们的行动会带来预期之外的回报，就是这种投入和产出会超出你们的预期。接下来的一周，很多事情会步入到一个正轨，重新来到一个上升的通道上面。你们的奔波和行动包括你们整个向上的大趋势会产生一种共振，可能你们会开辟出一条全新的与众不同的道路，不在某种旧的游戏规则里边去恶性的竞争，无效的内卷。所以说接下来一周，我觉得这组牌就是你们摆脱了某种低效的模式和行动，找到了一种高效增长和驱动的策略，在自我成长上面有一个大大的加速我觉得这种行动它也是源自于你们对自己自身的一种笃定和信心，因为你们相信行动可以带来改变，这种改变对你们是有利的，所以你们才会毫不犹豫的去行动。这种行动它会构成一种内在的和谐的秩序，让你们产生专注，让你们能够拥有一种内在的动机去克服现实层面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通过行动给自己的内在注入和灌溉新的生命力，原本死气沉沉的画面也会变得生机勃勃。所以接下来的一周，你们会开始真正聆听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声音就是在你们做出新的选择和行动之后，你们反而会感觉到自己的内在变得越来越平静了，因为你们会重新感觉自己的双脚踩在了大地上，这种焦虑感就会消失，标志着人生重新回到了一个正轨上面。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那么第3组牌的话，我们抽到第1张牌重新规划。我觉得这张牌对应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周之内，你们可能会重新制定自己的生活轨迹，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里边醒悟，并为此而决心改变而且这张牌呢，重新规划，说明你们可能在近期会完成一种从头脑模式到心灵模式的切换。重新规划和整理自己的生活，其实本质上就是以你们的新的感受作为第一标准和原则。因为我们对于事情的判断，有的时候可能会下意识的去权衡利弊，但是这张牌对应的是，一旦你们能够遵从你们的感受的指引你们往往能够在一些选择上面做出正确的判断。因为感受是灵魂的语言它来自于你们的灵魂深处，代表了你们最高级别的利益。
所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用眼睛是看不到的，要用心去感受啊。所以说在下周的话，你们可能够用心去感受到一些你们之前所忽略掉的美好，用心去做出一些选择和决定，来帮助你们穿越人生的十字路口。一旦你们能够开启这种心理模式啊，你们就能够觉察到被别人所忽略掉的细节和机会，并为你们所用。它代表的是你们下周的自身的这种觉察能力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会感受到某种微小的、细微的变化和波动。第二张牌呢，来自于某个人的帮助啊，这张牌意味的是你们接下来可能会获得某个特定的人给你们的帮助和支持啊，在下周的时候啊，有一点雪中送炭的感觉吧，就是在你们最需要帮助和指引的时候，会有人来帮助你们走出困境。那么第三张牌呢，是你耽搁了。它其实是因为就是下周可能有一件事情会被推迟啊，或者说会被取消。但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在这件事情变化的背后，还有另外的一件好事在等着你们。可能说因为一件事情的取消和推迟而意外的开启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一周，其实它是峰回路转的一周，或者说事情的变化是在你们预料之外的，看上去糟糕的结果，可能背后隐藏着对你们有利的信息啊。所以说这张牌提醒你们要看到事物发展的隐藏的一面，而不要仅仅关注其表面。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张牌 Man Holding a Heart 啊，我觉得下周的话可能会有一个人带着真心来找到你们啊。我觉得这张牌可能是你们下周会收到一个人的表白，或者说你们会看到一个人长久以来对你们的真心啊，会被这个人身上的这种真诚所打动。然后第二张牌呢是 Caring Connections。下周你们可能会收到很多的消息，这些消息是关心你们的状态或者说身体健康的，就是你们会发现原来你们的身边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爱着你们，关注着你们啊，可能还会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发来消息。这种 caring connections 就是一种互相关心的关系，这种关爱会被建立，而且呢，这个有一个特定的人给你们发来的消息，会让你们意识到原来这个人一直都是在关注着你们的，会让你们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啊。所以说这张牌对应的是在很多人际关系上的连接，会在下周重新开启啊。而且呢，这意味的是你们下周会回到一个让你们能够感觉到安全的空间当中啊，回到那个能够让你们感到信任的人的身边，爱自己，爱他们啊。这种爱会连接一切的能量，爱会释怀一切的困惑，爱会给予你们想要追寻的答案。那么第三张牌呢是 Rest and Rejuvenation 啊，我觉得可能下周你们是能够好好的休息、恢复、疗养的感觉啊，这样的一个信号，或者说能够留出时间和空间恢复自身能量的感觉啊。我觉得之前你们可能在学业工作上面一直都在连轴转啊，就是接下来终于能够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了。而且这种休息它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休息啊，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精神层面的休息往往是更重要的。有的时候你们看起来是在休息，但是你们的精神其实还是在高度的焦虑和紧绷的，可能是对于未来的恐惧吧，让你们不敢松懈下来，害怕落后，害怕被甩下。所以说我觉得下周的话，你们可能会完成一次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精神层面的一种调理吧，会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而不是盲目的跟着别人的节奏走。第四张牌 Man Holding a Coin， 可能下周的话你们会收到一笔钱，或者说收到一笔转账。而且呢，就是有一个带着新币的男人在下周会开启你们在财富上面的好运啊，可能会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吧。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人在暗中偷偷的给你们准备着某种礼物，在下周会送给你们。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神谕卡 Work through your fears 啊，我觉得下周你们可能会克服甚至是超越自己内心当中的恐惧，去鼓起勇气做一件事情啊。
因为 work through your fears 是穿越你们的恐惧，就是你们内心深处有着某种恐惧，但是又有着一件令你们感到兴奋的事情，你们必须要先克服这种恐惧，才会去行动和改变。你们的成长啊，我觉得下周你们的成长可能会把内在的恐惧转变成一种兴奋，而当这种兴奋流经你们的神经和大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勇气，帮助你们打破无形当中束缚你们的某种壁垒围墙，通过这种方式得以成长。那么第二张牌呢是 The Energy is gaining momentum 啊，就是我觉得这张牌呢，它有某种能量，它正在酝酿当中啊。下周的话，应该是会迎来一个爆发的啊，它正在处在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临界点上面啊，可能会有一个快速的突破和穿越，要做好准备啊。一些事情的发展有可能会远远的超出你们的想象，因为束缚和阻碍你们的因素会在下周得到解除，你们会感觉到你们会被趋势和能量拖着往前走。其实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在下周命运的齿轮开始重新运转，你们的生命重新打开了一个向上增长的通道。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